生活总是在滚滚向前，日子不外乎一日三餐。在某些时间和地点，螃蟹来了，三餐美了。寻常百姓家，那些与螃蟹相关的习以为常，没准会让你大开眼界。可能有些出乎您的意料，关于螃蟹的故事会发生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里。这位皮肤黝黑的小哥叫周妖，基诺族跑山人，采集山货就是他的日常。这条沟叫青沟，我们经常会来这边装螃蟹。在周妖的山货时间表里，6月抓螃蟹是重点。这里面土里能挖到螃蟹，在雨林深处，这并不是天方夜谭。这东西一看就有螃蟹，会加到手。这种小蟹学名叫锯齿华溪蟹，它们在小溪里觅食，白天会长途跋涉几十米，爬到附近的土坡下，寻找洞穴，躲进去避暑。所以酷热难耐的中午就是抓螃蟹的最好时机。沁沟里上百个螃蟹洞的大概位置，周妖都记在心里。每个洞的深度也必须了然于胸，挖得太深，螃蟹可能就会丢钱卸脚。这个季节，这个母螃蟹都会带有那个小螃蟹了。这母螃蟹我们一般都不吃，都会放走的。在基诺族人的经验里，6月是溪蟹的繁殖期，螃蟹个头最大。虽然在集市上卖不了多少钱，但足以给家人带来不平凡的一餐。丈夫辛苦得来的食材，妻子布鲁都必须认真对待。基诺族人每一个都是重口味发烧友，酸与辣是烹饪的常态。酸荞菜是山里的一种草药，味道酸香，还有祛湿的功能。调配姜蒜和野山椒，刺激来得爽快直接。我们也不懂怎么营养搭配，然后世世代代都是这样做的。酸荞菜跟螃蟹配起来挺好吃的。用芭蕉叶包裹食材，放到烧热的铁板上烙，这种烹饪方式叫包烧，在云南很家常。今天因为包进了螃蟹，布鲁都格外认真，寸步不离，只能通过芭蕉叶的状态来判断火候。外层烤至焦糊，内层还保留着芭蕉叶的清香。
螃蟹貌似只是变了个颜色，实则酸辣重口已经是它的气质。在基诺族人看来，用冲来激发食材原味最有奇效。溪蟹去壳去角，带皮打碎。蟹肉蟹膏虽然不多，但这么一冲打，鲜味物质被彻底释放。一会儿还要在火炭上烤一下，这样出来的味道会更香一些。基诺族人对溪蟹可谓物尽其用，蟹壳不仅是容器，其中隐藏的那一点点蟹鲜也被炭火激发，渗透到蟹肉中。把螃蟹打成酱，不只是基诺族人的创意。钓螃蜍是赵国强平日里最爱的休闲娱乐。不过要想钓得多，地段选择是关键。每到春夏交替，江边的果园和芦苇丛就是捕获螃蜍的最佳场所。螃蜍体型小，警惕性强，必须智取。赵国强的工具并不复杂，一根竹竿，一条棉线，一块老肉皮。尤其这块老肉皮是钓螃蜍的顶级装备。螃蜍爱吃腐食，肉皮对它们有着无限的诱惑。钓螃蜍的最重要的就是不要乱动，你稍微动一下它就跑了。凭感觉轻抖手腕，几番挑逗撩拨，螃蜍再也按捺不住贪吃的本性。不用太多时间，一桶螃蜍已经被赵国强收入囊中。今晚又是一顿美餐。我们这里有2种螃蜍，我们要用红色的，红色好吃又好看。捉回来的螃蜍清洗之后直接调味儿，生姜去除腥气，白糖给螃蟹提鲜。在闽安村，红糟是做螃蜍酱绝不能少的。这是酿造红曲酒的副产品，味道温婉诱人，在料理中有防腐去腥的奇效。红酒姜，很多外地人都吃得不够习惯，但是这个味道呢，我们福州人就特喜欢了。石磨让螃蜍酱变得细腻软滑，融合出鲜中带咸的浓郁味道。在闽安村，日常的渔家食鲜都要蘸着螃蜍酱吃，比酱油香，比虾油浓。芳芳啊，你这刚刚在那边梦哦？今天有我，你这边看到梦见哪个？我在刚刚那里看到做螃蜍窝啊。年轻人出国打拼，老人们留守村子，这在闽安村很普遍。妈妈总会让几罐螃蜍酱漂洋过海，安抚女儿在他乡日常里的思乡情绪。而在900多千米外的广东番禺，
彭奇的升级版吃法刚刚出現在歡宜的小店裏。就係皇上稱呼嘅嗱，佢行路就係咁樣玩啊，打橫行啊，係咪啊？咁啊，作揖係咪？即係好似敬禮咁啊，所以呢出面就叫做禮雲子。李雲子就是彭其卵，它像沙粒一樣細小，用肉眼很難看出顆粒感。清水漂洗，纱布過濾，白酒隔水清蒸，蟹子中的胺类物质挥发，李云子由棕变红，这份高浓缩的鲜味儿就可以长期保存了。只需一勺李云子，就能给一碗白饭带来洪荒之力。而在歡宜的小店里，它还有一个隐藏版吃法。中国人种植柚子，据推算有2000多年历史。沙田柚在两广一带是皮肉两食的水果。经过复杂的处理，柚皮质地松散，形似海绵。当李云子遇到轻寡的柚皮，浑厚的鲜味儿找到了释放的出口。每一颗肉眼几乎不可见的李云子，都催发着源源不断的内力，让每一块柚皮都成为浓郁鲜味的载体。有些日常并不寻常，而还有一些日常貌似平常，实则暗藏玄机。每到农历10月，拆蟹就会成为扬州厨师的必修课。似乎在一夜之间，烫干丝没那么素了。狮子头有硬核了，粉皮下面透出金黄色了。蟹粉似乎打开了日常生活的另一个维度。精致完美，口味很香，这是我们扬州的特色。这段时间里，扬州人每天会消耗数以吨计的蟹粉，一个特殊职业因此重现江湖。这些职业拆蟹人平时都是家庭妇女，每到蟹季就会重新披挂上阵。他们通常8人一组，一天8小时要拆完400斤蟹，平均拆1只蟹的时间大约只有10秒。59岁的陆红霞拆蟹麻利，人也很热心，每年都有新人找她学艺入行。这样好了吧？好，怎么这么难紧啊？不难解，下就会了。才入行的这位新人胡姐，速度明显比别人慢了很多。大姐，这个拆蟹的速度不得30块吗？今天我们带了新人了，速度稍微有一点点慢。哦，你放心，一定会把它扒完。看看我们扒的质量吧。好，赞你，这个辛苦大家了。相比于速度，
厨师更要求蟹粉的质量，因为这批蟹粉的最终归宿将是扬州小吃中的爆款蟹粉汤包。现拆鲜蟹粉是馅料的主角，汤来自猪骨鸡汤凝成的肉冻。蟹粉和肉冻按1:4的比例调配，每个包子2两馅，32次的辗转提捏可以增加面皮的面积。这种手艺源自古法。虽然大多店里都会附送一根吸管，但老扬州人却对这种吃法不屑一顾。提起像灯笼，放下如满菊，趁热咬个小口，喝口鲜汤。不用包蟹，却满口鲜甜，嘴里舒服，心里安逸。晚上10点半，拆蟹小队终于收工了。新人胡姐面带歉意，但她丝毫不用介怀。这个蟹季之后，拆蟹将不再是对她的挑战。而对浙江三门的李倩华来说，明天却要面临一场关乎全家命运的挑战。380块钱一天的鱼料钱，赌上全部家当去实现一个梦想，这让李倩华彻夜未眠。哎呀，还是要很多钱。三门蟹堂4年一拍，价高者得。和姐姐李明莲反复斟酌，李倩华写下了决定成败的竞标价格。要到2400里几，要到5两熬2700块，鱼肉糟2280块，鱼明面2700块一个。惩罚最终的标的就是李明莲。尾数填了1毛，险胜，怎么样？不要。在这一刻，卖蟹人变成了养蟹人，一家人的日常将发生巨变。养蟹、卖蟹、烹蟹是三门日常的主旋律。这座清蟹之城坐拥10万亩盐度适中的优质蟹塘，有1/6的人口从事着与蟹相关的工作。对当地人来说，拥有一块蟹塘就等于抱起了金饭碗，这也是李倩华一直以来的梦想。什么菜表现就不做了？怎么讲？妻子谢碧波虽然不是本地人，但也深知全家对蟹菜的审美。3、4两的小蟹搭配豆面，就为了取那一抹鲜味儿。超过半斤的大蟹，用蟹针插入蟹心，保证烹制中的形态完整，鲜味儿才不会流失。配1斤花雕酒干烧，酒精挥发，带走腥气。青蟹颜色红亮，酒中的糖分又给蟹肉增加了甘甜。几只蟹填满了全家人的信心和勇气。前路未知，岁月如常，养蟹的门道，李倩华还要慢慢摸索。说到养蟹，
于海潮算得上专家，不过这个专家最近有点辛苦。为了等待青蟹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时刻，他必须宅在海上，每4个小时查看一次蟹笼，不分昼夜。这做下呢，相当难呀。我给它弄的，这弄呢这个一只下一只弄。互不打扰，低密私宅，黄金区位，白金地段。这不是楼盘广告，而是于海潮给青蟹提供的生活条件。加上他自己24小时贴身管家式服务，这一切都是为了那个特别的时刻。在于海潮的经验中，凌晨3点是成功率最高的时间。这是马上要退了。啊，你看，这只已经退出来了。这个它软软的，现在呢，它也不会咬人。软壳蟹，青蟹中难得的珍品。青蟹一生要经历13次蜕壳，每蜕一次，体型就会大上7成。刚刚卸去装甲的青蟹非常脆弱，软壳的状态只能维持2-3个小时，所以必须频繁查看才能及时发现。因为整只都可以食用，所以1斤的蟹就是满满1斤的鲜美。它可以像鸡肉或排骨一样，成为炖汤的食材。直接斩块，小火慢炖，让谷氨酸等鲜味物质充分释放，与盐配伍，鲜味倍增。丝瓜文静，豆腐深沉。干了这碗螃蟹汤，嚼上一块螃蟹皮，就像听了一首摇滚版的《甜蜜蜜》，痛快中不乏细腻。在三门，这是吃软壳蟹最经典的方式，没有之一。一天一天循环往复，螃蟹的出现总会带来小小的波澜。妈妈。它记录着小家的团聚，标志着生活的新知，凝聚了远方的牵挂，也承载着命运的考验。台风利奇马与三门擦肩而过，让李倩华和于海潮的青蟹事业受到损失。但好在，他们不缺少重整旗鼓的勇气，下一个蟹季也还会到来。生活就是这样，有波澜不惊，日复一日，也有风云莫测，破浪前行。螃蟹总能在关键的时刻出现，让一餐变成了美餐，让日子变成了好日子。